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命运就像是一位神秘而又精准的引路人，他引领我们去遇见的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过客。这些人仿佛是与我们生命状态精准匹配的镜中人，他们的出现绝非巧合，而是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我们常常会简单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匹配就是志趣相投，能够畅快地交流，话语总能说到一起。然而，真正的匹配远比这要深刻得多。它有着一个充满禅意的名字——因缘和合。在我们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温暖的慰藉，还是伤痛的折磨，其实都是我们自身能量、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在外部世界投下的必然倒影。它们就像是一面面活生生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们内在世界的模样。这听起来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残酷，但其中的逻辑却严密得不容我们有丝毫反驳。就拿性格温和却缺乏边界、习惯性退让的人来说吧，这样的人，他们的内心善良而柔软，总是不愿意去与他人发生冲突，所以在与人交往中常常选择退让。然而，这种行为模式就像是一个无形的信号，向外发射着我可以被说服，我的原则可以商量的频率。于是，那些擅长捕捉并利用这种频率的人，就会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闻讯而来。在他们身边，几乎必然会出现强势、习惯于试探，甚至践踏他们底线的人。这并不是他们运气不好，而是他们自身的能量场自然的吸引和允许了这样的互动模式。再比如，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匮乏与不安，总是渴望从他人身上索取爱、关注和安全感来填满自己的时候，他很可能吸引来的是情感上的吝啬鬼，或是极度自我为中心的人。在能量的层面上，一个卑微的祈求者与一个高傲的施舍者或掠夺者恰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就像捕猎者永远只会出现在有猎物的地带一样。那些情感上的吝啬鬼和自我中心的人会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内心匮乏者散发出来的气息，从而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这种命运的匹配精准地让人感到可怕，它就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总能直击我们内心最隐秘的痛点。那个轻易就能激起我们熊熊怒火的人，他的言行一定精准地踩中了我们内心某个尚未化解的评判。我们在评判他的同时，其实更在评判那个不允许自己如此行事的自己。也许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行为，但是内心深处的道德标准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当看到别人做出这样的行为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怒。那个让我们感到莫名恐惧、想要退缩的人，他映照出的往往是我们对自己某方面价值的怀疑，或是心底深处一份未被觉察的卑微感。可能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够自信，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所以当遇到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的人时，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和退缩。而那个让我们酸楚难耐、升起嫉妒之心的人，他提醒我们的或许是我们自己未曾勇敢追寻的志向，或是我们暗中放弃了的某种可能性。看到别人在我们曾经向往的领域取得成功，我们会感到嫉妒，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对自己没有去追求那些梦想而感到遗憾。所以当我们遭遇遇人不淑，反复陷入糟糕的关系剧本时，其根源很少，纯粹是外界的不公。在本质上，这是我们某种稳固的内在特质，在外界找到了它最匹配的显化对象。只要我们内心的那个因，也就是那份软弱，那种匮乏，那处伤口，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变，那么即便我们换了一个环境，
换了一群人，命运依然会以惊人的相似性为我们安排另一场量身定制的功课。剧情会重演，角色会换人，但核心的冲突与痛感依旧熟悉。意识到这一点，正是我们改变的开始。当我们停止抱怨外界，开始认真看向每一段令我们痛苦的关系所映照出的内心真相时，我们便从命运的被动承受者变成了主动的修炼者。那些曾经让我们痛苦的人，不再是需要我们驱逐的恶魔，他们成了我们最精准的人生教练，为我们指出内心需要成长与修复的坐标。我们要明白，修正内在的景观，我们外在的人际地貌才会随之改变。当我们的内心建立起清晰而坚定的边界，外来的侵犯自然会止步。就像一座坚固的城堡，有了明确的边界和防御，敌人就无法轻易的入侵。当我们本自具足，不再拼命外求，情感的吸血鬼也将失去叮咬的欲望。我们改变了发射出的频率，世界回馈给我们的共鸣便截然不同。最终，命运带我们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自己。那些让我们哭的，让我们笑的，让我们纠结的，让我们成长的，无一不是我们灵魂进化路上必经的镜像阶段。看懂这面镜子，我们就读懂了命运最深沉的善意。它并非要惩罚我们，它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试图唤醒我们。当我们真正醒来，外在的匹配便会从痛苦的纠葛转向滋养的共鸣。这条路始于直面镜中的自己，终于成为自己的命运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认识自己，修正自己，最终实现灵魂的升华，成为那个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人。